欢迎来到一个关于钱及个人成长的频道。Hello， 大家好，我是欧巴，这里主要是在分享一些学校不会教，而成功人士都会有的财商思维及有关个人成长的行为心理学与优良书籍。你是否曾经注意到，有时候在跟某些人相处时，总是感受不到愉悦，甚至有一种说不出的压力？跟他们互动、交谈，就会有一种精力被耗尽，甚至虚脱疲惫的感受。明明在跟他相处之前，心情还不错，怎么现在的心情会如此低落？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这是因为你遇到了能量吸血鬼，他把你的能量吸干了。那么什么是能量吸血鬼呢？能量吸血鬼在哪里？被能量吸血鬼咬过后，该如何治疗呢？有没有办法可以有效避开能量吸血鬼？如果你身边正好有能量吸血鬼，或是你想知道该如何预防能量吸血鬼，那么今天你一定要把这部影片看到最后。看完你就会知道该如何远离能量吸血鬼，并维持你的正能量。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频道，或是喜欢这类的影片，欢迎订阅我，并帮我打开旁边的小铃铛，以确保你不会错过这些资讯。我每周都会准时更新，免费分享富人、有钱人、企业家的财商思维，以及我所阅读过的一些好书。就算你再忙，都能用10分钟快速得到这些资讯与时并进，让你在这个日新月异、资讯爆炸的互联网时代不会落后于别人。什么是能量吸血鬼？能量吸血鬼不吸血，它以情绪、精神能量为粮食。他们通常缺乏同理心、敏感和情感成熟度，并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无法以任何积极的方式创造或维持自己的生命力量，也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他们锁定别人为粮食，慢慢地从他人身上榨取生命力，来治愈自己内心的痛苦，让自己重新变得有活力。因此，他们创造了功能失调的环境。这种环境会严重影响我们的身心健康，使我们经常感觉疲惫、焦虑、烦躁。能量吸血鬼都是自带着浓厚负能量光环，他们的能量经常是处于在低频中，而且通常都是属于独行人格。杰克森·麦肯锡的《独行人格的恶情人：30个警示看穿心理变态的完美伪装》一书中有详细的介绍30种独行人格，如贬低、欺骗、情绪操弄、捏造故事、心理虐待、情绪虐待、情感强暴、不愿沟通、缺乏同理心、用别人的错误当自己的挡箭牌。真正的坏人在一出场的时候都是看似无害的好人。不要幻想可以改变这种具有独行人格的人，因为他们的最大特质就是无法被改变。那么为什么能量会被吸食呢？首先我们要先了解我们的能量磁场是如何转换的。人的身心灵是一个完整的能量系统，我们会在与对方接触的过程中进行能量交换，能量高的会往能量低的地方流动。也就是说，如果跟正能量的人相处，你就会觉得舒适、平静、祥和、愉悦及充满能量。反之，如果跟负能量的人相处，你就会因为能量状态降低而觉得不舒服。当然，我们如果有能力，可以散发一些正能量给周围的人，固然很好，反正做些好事也会使我们心里感到愉悦嘛。但这跟能量吸血鬼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能量吸血鬼是靠着你的能量壮大，却将你的人生撕个粉碎，最后让你在身体健康、心理、财务上都蒙受极大的损失。谁是能量吸血鬼？能量吸血鬼可能是你身旁的朋友，每天见面的同事，住在同屋檐下的家人，睡在身旁的伴侣。他们不一定是你不喜欢的人或意见不合的人，他们通常会是你最亲近的朋友及家人。他们是有毒的人，他们无处不在，他们就像个黑洞，什么都往里吸。跟他们靠得太近，接触久了，你的情绪就会莫名其妙变得不好，心态渐渐变得悲观，感觉生活黯淡。这样的人往往戴着面具，如果你察觉力不够敏感，没有足够的训练或阅历不够，要想快速辨认出来并不容易。如果你刚好极度富有同情心，又不知道如何划定人际界限，那很可能你正被这群能量吸血鬼包围着。能量吸血鬼的特征： 1. 善于扮演受害者，他们从不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经常将错误归咎于他人，并善于用他人的错误来当自己的挡箭牌。他们会设法让你产生内疚感，你就会因此对他们感到抱歉，而留下来帮忙他。这种人通常在和极端的自卑感对抗，不断地从他人身上寻求认同，并习惯于依赖他人。
2. 极度自恋和自私。他们被认为是极度自恋和自私的，在你们相处的时候，几乎都在讲他们自己的事，完全不关心你，不会让你有机会讲你的事，就算有也很快就会打断，并把焦点转回他们自己身上。这种人很有魅力，并且能言善道，这会让你想远离他们更加困难。他们几乎没有同理心，只有在对他们有利时才会假装关心你，希望你能以他为优先，但当你没满足他想被称赞和关注的需求时，就会生气。3. 力求展现权势。基于支配他人及建立自己的自尊及优越感为目的，想让人抬高自己，所以他们平时在人群里就会显得特别聒噪，就像公鸡以为太阳已经升起，就拼命拉高嗓门，就为了让别人听到他的声音。这样的人可能是对自己缺乏安全感，害怕显得懦弱或愚蠢，以至于会透过恐吓及控制他人来补偿，借以贬低你而获得优越感，也会因为你的成就而没有安全感。他们害怕因此被淘汰。4. 无风起浪者。他们喜欢制造没必要的戏剧，混乱能让能量吸血鬼感到兴奋，只要是能让他们受到关注的焦点，都会倾向夸大自我，喜欢同情别人。这就是他们为什么会在危机中茁壮，并爱制造问题，小题大做。所以不论他们去哪，八卦无处不在。为了填满他们内心的空虚，能量吸血鬼会因此竭尽全力，就只是为了得到强烈的情感，即使他们是负面的，对朋友造成伤害的。5. 以操纵情感为乐。他们借由不断的批评你，打击你的自信，让你因此对自己感到失望，觉得自己是不是什么都做不好，导致心理健康受损。能量吸血鬼只要嗅到一丝你散发出的不安感气息，就会马上前来依附，并利用情感来操纵你。这种状况看起来似乎很明显，但有时候却很难从他人身上察觉，尤其是他们是你亲近的人。他们通常看起来很友善，私底下可能对你有邪恶的意图。6. 滥用你的好意。富有同情心和关怀的人是能量吸血鬼虐待的主要目标，他们会利用你的善良来对付你，利用你去做你不想做的事来达成他们想要的结果。他们的需求远超过你能负荷的，他们通常是只会索取而从不付出，经常麻烦你、打扰你，不会礼尚往来，不懂得帮你分担。这种人从来不知道感恩，觉得你的付出是应该的，而这些是他应得的，并且爱抱怨，把你当成心灵上的出气筒。他们把自己身上的垃圾都倾倒给你，因此感觉轻松愉快，但你却被迫带着一身垃圾回家，让你的家人也得闻着扑鼻的垃圾臭味。著名精神病学家和作家朱迪斯·奥尔洛夫，他撰写了很多关于移情和能量吸血鬼概念的书籍和研究。他从一开始就明确指出，并非所有的人都知道自己是能量吸血鬼，他们可能没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和互动正在对周围的人产生负面的影响，但某些人不仅知道他们在这样做，并且是基于利用他人来达成自己的目的，通常让别人来抬高自己是能量吸血鬼的典型策略。能量吸血鬼猎食的对象。远离能量吸血鬼。人际病态关系的原型一书的作者克里斯汀·诺瑟普医师在数十年的临床诊疗中，从不同女性身上发现到一个无法解释的现象：在饮食上注重健康，并且保持定期运动，又懂得照顾自己和家庭，在工作上也都面面俱到的女性，表面看上去一切都好，但是身体健康却反复出问题。一旦深入了解之后，几乎毫无例外，他们的背后都藏着另一个人，一个活脱脱从他们身上吸取生命能量的能量吸血鬼。他指出几种容易成为能量吸血鬼猎食对象的人。你在工作上总是比别人卖力，该休息时也不知适可而止。你的工作表现总是超乎他人的期待，却仍觉得自己做的还不够。你总是努力为别人着想，却忘了照顾自己。你在一段关系中忍受着不对等，常常付出80%，而对方只付出20%。你只要一嗅到冲突气息，就习惯性让步妥协。以上有你符合的吗？如果有，那么你身旁应该潜伏着能量吸血鬼，你要设法远离他们。如果没有，那么恭喜你，你要多多帮助身旁有这种特质的朋友，帮助他们疗伤，并远离能量吸血鬼。会成为能量吸血鬼猎食对象的人，主要有2种共同特质：充满爱心与同情，极度关怀旁人及不懂得划清人际界限。能量吸血鬼的类型：1. 受害者型吸血鬼。受害者吸血鬼掠夺你的内疚和同情，不但没有对自己的生活负责，反而发着牢骚，
对别人不断情绪勒索，觉得自己的不幸都是别人造就的。如何抵御受害者型吸血鬼？记住，不要介入他们的自怜，不管他们的生活多么悲惨，都与你无关。他们今天会这样，都是自己造成的。你不需要因为没能帮上什么忙而感到自责。2. 自恋型吸血鬼。自恋吸血鬼急需他人的赞美、崇拜，经常吹嘘自己的才能与成就，期望别人把他们放在第一位，以自我为中心，毫无同理心，感觉整个世界都围绕着他们，得不到认同就会恼羞成怒。如何抵御自恋型吸血鬼？基本上这类型的吸血鬼造成的伤害还不算大，只要不去搭理他们就好。如果你现在无法将这些人从你的生活中剔除，那么你能做的就只有减少与他们接触。3. 权势型吸血鬼。权势型吸血鬼他们非赢不可，在人群中一定要当最突出的那个，甚至会哗众取宠吸引目光，绝不接受别人说不，自己伤了人还先怪对方。他们好像看什么都不顺眼，其实是因为自我价值极低，喜欢借由贬低其他人来提升自己的优越感。只要让你产生羞愧、自卑的心理，创造出你的不安全感，他们就会自我感觉良好。如何抵御权势型吸血鬼？拒绝接受权势吸血鬼的个人意见，他们的言行反映了他们，而不是你。要知道，你越成功就会接受到更多的攻击，要学会让这些批评从左耳进右耳出，不要让他们影响你的情绪，左右你的生活，并意识到他们内心可能藏着极低自信的痛苦，以怜悯代替愤怒。4. 戏剧化型吸血鬼。戏剧化型吸血鬼言行浮夸，情绪千变万化，喜欢制作小剧场博取他人的注意，并以谈论他人是非为乐。如何抵御戏剧化型吸血鬼？对于这种谈论他人是非、八卦的人，我们只能敬而远之了，毕竟他们生怕无聊，所以热爱制造问题，小题大做，自行改编，甚至无中生有。现在跟你聊别人的八卦，待会就跟别人讲你的是非了。5. 统治者型吸血鬼。他们想掌控一切，生活周遭的人事物，包括你。统治者吸血鬼希望你依照他们的思想行事，通常发生在关系紧密的家人或伴侣之间，比如强势的另一半或高压管理的父母。如何抵御统治者型吸血鬼？坚定自己的立场，并避免冲突。意图跟他们争吵，只会让你更累。可以的话，就进行良性沟通；若不行，冷处理是最好的方法。6. 无辜者型吸血鬼。并非所有能量吸血鬼都有着恶意，他们有些可能是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并且不知道自己正在给你带来负面影响，例如过分依赖你的家人、情人或好友。如何抵御无辜者型吸血鬼？在拉他们一把的同时，也要鼓励他们自给自足，而不是一味扮演支持的角色，最终耗尽能量而没有精力支撑自己。永远要记得，爱他人之前，要先学会爱自己。只有你自己的状况良好，才有办法帮助他们。被能量吸血鬼攻击后的症状，比较轻微的症状会让你觉得精疲力尽，身体虚弱，缺乏活力，情绪低落沮丧。这些可能在你离开能量吸血鬼之后，去吃个甜点，做点自己喜欢的事，然后回家洗个热水澡，好好睡一觉后，隔天你的能量就会恢复了。稍微严重一点的症状，如精神无法专注，工作表现不佳，想要逃跑等，这就很可能会影响你工作的生产力及效率了。如果没有把自己的身体状况放在心上，又长期被能量吸血鬼的负能量笼罩，就会对你的心理状态及身体健康造成严重的后果，如头痛、恶心、自体免疫性失调、体重增加、消化不良等。被能量吸血鬼攻击时，如何保护自己？1. 设定人际界限。2. 冥想、灵修增强能量。3. 祈祷，把你的愿望告诉宇宙或神灵。4. 唱歌跳舞，放松自己。5. 养成运动习惯，疏解压力，并使身体健康有活力。6. 多去踏青，接触大自然，吸取芬多精，降低身体压力。7. 阅读内容积极、有激励作用的书籍。8. 听表现积极情绪、动听美妙的音乐，让自己的心悦动起来。9. 泡比较久的热水澡或做蒸汽浴。10. 找一家好的养生馆按摩放松自己。11. 跟天真烂漫的孩子在一起，他们天真的笑容和言语可以让自己会心一笑。12.
好好的睡一觉，让自己充分休息。总结：大多与能量吸血鬼有关的人，可能影响你的心理状态及身体健康，因此认清迹象并与他人建立健康的人际界限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有人使你感到压迫，并有损你的情感健康，那么这个人不值得留在你的生活中。虽然说有些能量吸血鬼其实就是自己最亲密的家人或伴侣，无法将他们赶出我们的生活，那么我们是否有办法与他们进行良性沟通，或是只能冷处理？虽然说有时候不处理就是最好的处理方式，但能处理多大的问题，其实也是取决于我们的智慧。对于此种状况，你们的处理方式是什么呢？你认识符合这几点的能量吸血鬼吗？你是如何应付他们的？请在下方的留言区留言让我知道，我们可以一起分享讨论。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有什么问题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如果你可以因为这部影片而获得一些启发，或是能对你日后的生活有一丁点帮助，就请你不吝啬的为这部影片点赞，并无私的分享，给个你志同道合的朋友，让我们可以一起学习成长。如果你还想免费得到更多这类可以帮助你达到财富自由的资讯，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这些资讯。希望大家在今年都能有所成就，早日达到财富自由。感谢你的观看，我是欧巴，那我们下一期再见。